在园区摔了不知道多少次，打了不知道多少滚的瑞宝辉宝，陆陆续续开始回室内。永宽趁这功夫，先是来到园区给爱宝的胡萝卜藏了藏，防止一会儿瑞宝辉宝出来找到。给胡萝卜放好，永宽抓紧跑回到房间，给爱宝通道门口打开。永宽给爱宝打开门后，先是让爱宝自己出来，然后紧接着又关上了门，这刚好可以让爱宝独自享用胡萝卜。有奶爸在门口堵着，爱宝这下就可以放心的吃了。等爱宝给胡萝卜都吃光后，永宽才给通道门打开，让姐妹俩出来。瑞宝出门快步跑到了饮水盆前喝水，而辉宝这里总是慢半拍，辉宝这里还没搞清楚情况呢。等辉宝反应过来时，爱宝和瑞宝这里都围在了饮水盆前。辉宝也不知道干啥，回来后也凑了过来，一家三口一起围在饮水盆前喝起了水。这饮水盆略显拥挤了。一会儿爱宝回家休息，永宽来给辉宝送竹子。永宽放好竹子，辉宝也走了过来。永宽绕到了辉宝身后，一边看着辉宝，一边思考着自己这大孙女为什么不爱吃窝头。转头，永宽又去想了新的点子。永宽又给辉宝带来了窝头串，不过辉宝只吃了一口胡萝卜。当要吃到窝头时，辉宝假装一个手滑，给窝头丢了下去。丢下去后，还假装是个意外，看了看自己的手里，又看了看地下。辉宝这自然的演技都能拿影帝了。圣熙阿姨大摇大摆走进园区，因为这次圣熙阿姨进来带了满满2大捆东西，这就是圣熙阿姨的底气。有了这底气，圣熙阿姨让瑞宝、辉宝干嘛，他们就干嘛。圣熙阿姨让辉宝走过来，辉宝就乖乖的走了过来。辉宝一点脾气也没有，但辉宝过来后，圣熙阿姨又走了。辉宝不懂姨母的意思，只知道圣熙阿姨没让自己动，自己就乖乖的。一会圣熙阿姨回来了，辉宝立马跑上前问姨母：“你懂我意思吧？”但圣熙阿姨看到的是辉宝给自己刚放好的竹子弄乱了。不过圣熙阿姨并没有责怪辉宝，还是将辉宝期待已久的小零食投喂给了辉宝。辉宝吃到小零食后开始撒娇打滚了，而圣熙阿姨此时想的是让瑞宝下来给瑞宝也投喂一块。辉宝就这样紧紧盯着姨母，姨母走自己就跟上。辉宝尽可能的表现得很乖，这样自己就还会有小零食吃。圣熙阿姨悄悄躲在了树后面，跟辉宝玩起了躲猫猫。辉宝去右边，圣熙阿姨就躲到左边；辉宝去左边，圣熙阿姨就躲到右边，来来回回都快给辉宝转晕了。而此时的室外园区也很是热闹，今天天气不错，乐宝和爱宝都出来透气了。太久没出门了，乐宝之前留在自己家具上的气味都被雨水冲刷干净了。乐宝在给自己的家具重新打标记，爱宝这里就显得比较随意。对于这些物质的东西，爱宝向来都不是很在意，从不争抢地盘，都留给自己的孩子。爱宝吃完饭忘记擦嘴了，胡须上始终沾着一片竹叶，喝水的时候还没有用。爱宝这里喝完水，乐宝这里也给自己家具标记完了，夫妻俩就这样一起默契的回了室内。老宋头的动作就是快了，上周看到辉宝爬树后，感觉树缝会卡到瑞宝、辉宝的头，这周就给小树的树缝补上了。내려올 때 조심해야 돼. 후언니는 내려오다가 낑겼다고. 낑기지 않게, 나무 사이에 끼지 않게. 아, 거기 조심해야 돼. 머리. 그렇지. 아유, 잘했어요. 辉宝爬树给老宋头看得提心吊胆的。最近2个爷爷一起上班，所以直接连夜就给瑞宝、辉宝的树缝补上了。但是今天瑞宝没有去室外，只有辉宝见了小树改造后的样子。因为别人都去室外时，瑞宝在睡觉。依依还偷拍到将爷爷在瑞宝身边做尝试，对瑞宝讲妈妈和妹妹都去室外了，瑞宝真的不去室外了。瑞宝表示自己不去，自己要单独享受这一整个大园区，将爷爷看到瑞宝这独立能力，对以后培养瑞宝和妈妈分开也有了信心。辉宝因为没有姐姐在，也没有在室外玩很长时间，早早的就跑回来找姐姐了。今天瑞宝比较宅，基本没看到过瑞宝下树。妹妹出门时就在树上，妹妹回来后还是在树上。瑞宝这里都快给小树躺出沙发的感觉了。姨母和爷爷来来回回在园区打扫卫生，对姐妹俩来说一点影响也没有。一根竹子姐妹俩还要分着吃，尽显可爱的姐妹情深。而需要圣熙阿姨做的则是给姐妹俩把竹子放好，一边一捧，方便姐妹俩拿取，然后悄悄离开，不打扰姐妹俩睡觉。爱宝这睡姿是对园区和姨姨们多大的信任呀，一点不怕姨姨们合伙拿麻袋给其偷走。爱宝这里之所以能悠闲的睡觉，是因为乐宝在室外替全家负重前行。乐宝在室外努力给姨姨们营业，让姨姨们不要退票。乐宝一个自由落体，直接给气氛拉到了最高点，这一摔直接给姨姨们摔出了票价。这一趟让姨姨们又没白来。接着乐宝又来到小亭子旁，给姨姨们来了个倒立。乐宝抱着亭子腿，一边倒立一边翻滚，
乐宝这是想直接钻进雪里，乐宝想到了就要干，倒立结束下一秒就猛钻雪堆，要不雪太硬了，乐宝真能钻进去。姨姨们的尖叫不止乐宝的整活不停，接着乐宝又一路小跑，来到了被竹子包裹的树前。乐宝摆好姿势，蠢蠢欲动，一副想要爬上去的样子。乐宝左右不断打量，但乐宝也不是莽夫。乐宝感觉攀爬这棵树风险比较大，乐宝放弃了爬树，然后丝滑的向后躺去，在这雪地上卖弄着自己的身姿。乐宝走哪儿躺哪儿，雪地带来的爽感都快让乐宝不会正常走路了。乐宝卖力的整活儿，爱宝带着瑞宝、辉宝舒舒服服的在室内睡觉。这一下就不能说乐宝每天都是吃白饭的了。乐宝可是宝家唯一一个8年来全年无休的成员。瑞宝、辉宝望着这被雪压断的树枝，蠢蠢欲动。姐妹俩被树枝甩来甩去，瑞宝更是直接被树枝甩出了树林远，但反之瑞宝却越挫越远。瑞宝越摔越皮实，越摔越兴奋。而经过瑞宝反复的尝试，瑞宝在树下张望着思量着，下一秒还真让瑞宝想出了办法。瑞宝抓着树枝，手脚并用，在树枝上爬了个弧形。这臂力和这胆量真有他老爹的风采。不过回家后，瑞宝就被批评。瑞宝缩在角落，默默听着爷爷的批评，但一副要改的样子都没有。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等瑞宝找到机会，肯定还会爬的。而爱宝这里此时正跟乐宝聊天呢，听到老婆声音的乐宝开心的在房间里转来转去，问奶爸能不能让自己去隔壁找爱宝，结果当然是被拒绝了。这周江爷爷表示，辉宝、瑞宝是时候尝一下窝头的味道了。江爷爷特意选了一块自己认为最好的窝头，将其处理得方方正正，并用克重秤进行了严格的测量，仪式感满满，万事俱备，只欠瑞宝、辉宝了。江爷爷兴高采烈地拿着窝头来到园区，信心满满地将窝头递给了辉宝，但辉宝却嫌弃了，闻了一下就丢了。江爷爷反复尝试，瑞宝反复丢掉，这一下给江爷爷整不会了。之后江爷爷又来到了瑞宝这里，以防万一，江爷爷先是将窝头掰了一小点递给瑞宝。瑞宝和辉宝不一样，瑞宝是可以接受窝头的味道的。刚被辉宝搞头大的江爷爷在瑞宝这得到了治愈，瑞宝吃得很香。而对于不想吃窝头的辉宝，江爷爷也没有放弃，表示给其一点时间。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味蕾是一直在变了，指不定哪天辉宝就喜欢吃窝头了。江爷爷正在给瑞宝按摩，旁边的辉宝一个劲儿的示意爷爷，表示自己也要，身体不断的倒向爷爷，跟起做争宠。辉宝伸出头，试图跟爷爷对视。江爷爷看到后夸辉宝这个样子很可爱。虽然辉宝被爷爷看到了，但是这次爷爷没有完全明白辉宝的心，辉宝只能将注意力转向姨母，试图让姨母跟爷爷一样对待姐姐一样对待自己。为此辉宝还撅起了小屁股。但是今天爷爷和姨母的意识都不太在线。一会儿轮到乐宝享用江爷爷的时间了。江爷爷这1对1服务深得宝家成员喜欢，不过江爷爷想跟乐宝测一下坐高，乐宝表示奶爸有点不自量力了。乐宝稍微坐直就已经远超奶爸的身高了，而且乐宝的这身材跟江爷爷的身材比，乐宝更深受女孩子的喜爱。乐宝这双开门的臂膀，江爷爷在乐宝面前都变得小鸟依人了。江爷爷在乐宝身边唠起了家常，问乐宝为什么最近不睡在床上了，是因为床离爱宝远，要睡在离爱宝近一点的地方吗？乐宝感觉自己被奶爸说中了自己内心的想法，一下有点紧张了，赶紧多吃2口竹子掩饰一下自己的紧张感。接着到了瑞宝、辉宝吃奶的时间，江爷爷表示瑞宝最近吃的有点马马虎虎的感觉，吃奶时心浮气躁的，不像辉宝一样总会大口大口的吃。江爷爷表示可能是最近瑞宝竹子吃的比较多，对盆盆奶不太依赖了。江爷爷估计姐妹俩断奶和独立时期都会比福宝要早。江爷爷碎碎念念吐露的都是对瑞宝、辉宝以后的规划和成长。宋3岁和辉宝真是一个敢滑一个敢接呀！难道宋3岁不知道辉宝刚产完亲团吗？而且还是不成形的那种，辉宝都不好意思让宋3岁要不要先去洗个头。宋3岁这种无厘头行为已不是第一次了，以前还亲过福宝的小脚丫子，那沉迷的样子简直不像是一个年近半百的人能干出来的事情。小的时候闻，长大了还要闻。不过姨姨们想知道福宝的脚丫小时候和长大后的气味有什么不同。不过宋3岁做出这种事情来居然毫无违和感，或许瑞宝、辉宝也习惯了，毕竟他们可是一起同床共枕过，而且还在地上一起打过滚。瑞宝、辉宝有没有给自己当成人，姨姨们不知道，反正宋3岁在这过程中已经给自己当成熊了，和瑞宝、辉宝扭打在一起的样子，爱宝都表示没脸看了。爱宝心想自己明明生了2只，怎么地上多了1只，成了3只了。
宋3岁举着辉宝，还跟辉宝说自己的力气比辉宝的力气要大。宋3岁每次玩起来就忘记自己的年龄跟身份，姨姨们看了表示，哪怕宋3岁多长1岁都干不出这种事儿。老宋头真是一个不闲，这是又给瑞宝辉宝添置新家具了。只不过老宋头还想玩点神秘，表示新家具下周才会跟大家见面。老宋头休息了2天回来就放大招，这让姨姨们直接给老宋头夸完了。老宋头录完开场白，来到园区接姐妹俩下班。老宋头看到了湿乎乎并且身上沾满青团的辉宝，老宋头扒开辉宝的毛发，展示了一下辉宝毛发的茂密程度。姨姨们想问老宋头，一点都不去想辉宝这身上的水是哪来的吗？没考虑过是在爱宝的小便里打滚了吗？姐妹俩回到家后，老宋头开始给姐妹俩喂奶。辉宝这吃饭姿势有点奇特呀，辉宝真是不管是在室外还是室内，镜头前还是镜头外都不放过整活的机会，天生搞笑圣体。一会吃完奶的辉宝爬到了栅栏上，辉宝喜欢俯视饲养员们，只不过这里老宋头一心想要检查一下辉宝的牙齿发育成什么样子了，但辉宝还在回味自己刚才盆盆奶的味道，根本不给老宋头机会。上周老宋头用苹果钓熊下班的方式玩上瘾了，这周老宋头忍不住又玩了一次，看到小苹果的辉宝觉都不睡了，着急的从树上滑了下来。不过辉宝有了上次的前车之鉴，学会撒娇了，躺地上让爷爷给自己小苹果，表示不给自己小苹果自己就不回去，但老宋头完全不配合，带着小苹果就走。辉宝无奈只能妥协，不过好在老宋头言而有信，辉宝在走到通道里后如愿以偿的吃上了小苹果。室外下着大雨，辉宝还要执意爬上小亮台，辉宝还不服气呢，嘴里嘟囔着雨水要是再滴在自己身上，自己可要生气了。而瑞宝和爱宝这里此时也对这雨水毫不在意，接着瑞宝的迷惑行为就上线了，瑞宝给自己的头藏进了雪洞里，仿佛是自己的头藏进雪洞里，自己就离不开。瑞宝折腾来折腾去，又来到了堆满雪的小床上，仰面躺着，仿佛是在让这暴风雨更猛烈些。而爱宝更是淡定，任凭雨雪再大都耽误不了自己吃竹子。这一家3口非但没有被暴雨影响，而且更快乐了。想必此时2个爷爷已经准备好了干净的毛巾，等姐妹俩回家要好好给其擦擦。这模样想起了他们的福宝姐姐，迎着大雪在园区散步，任凭爷爷怎么呼喊怎么劝都不回家。小零食喂了都不知道多少次了，但福宝只负责吃，根本不听话。而宋爷爷也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来到园区，冻得自己手冷也要来。福宝最终是被宋爷爷的执着所打动，最后跟着爷爷回了室内。而瑞宝、辉宝与福宝姐姐不同的是，回家后玩饿的辉宝立马就扑到了阿宝手里，又吃起了奶。而福宝那时已经不利了，回到室内仍是自己一个人。现在小苹果对瑞宝都不管用了，不管姨母是将小苹果送到瑞宝嘴边，还是站在远方呼唤瑞宝都没反应，瑞宝只探着头看着，尴尬的姨母汗都流出来了。今天在下班前，瑞宝就在树上睡觉了。原本辉宝也在，只不过辉宝的生物钟提醒辉宝该下去了，于是便从树上下来，走来妈妈身边。辉宝走来小亭子上后，打算直接下去回家的，但结果踩错了地方。辉宝小腿发现自己踩不到爬梯，辉宝有点尴尬，立马又紧接着爬了上去。为了缓解尴尬，辉宝拿起了身旁的竹子吃了几口，表示自己其实也没有这么着急回家。而瑞宝更是不着急，躺在树上用小脚给自己挠着痒。爱宝吃完竹子，从小亭子上来到通道门口给奶爸敲门，辉宝紧紧跟在后面。在爱宝转身走向奶爸的通道门口打算去敲门时，自己的通道门开了。辉宝看到后一瞬间2区变4区，一溜烟就跑回了家。而瑞宝这里自然是得靠姨母来收了。姨母来到瑞宝身边，毫不犹豫的给了瑞宝一块胡萝卜，让瑞宝先吃着。盛系姨母投喂小零食的方式就是这么坦诚且直接，但这次瑞宝吃完姨母的小零食后，并没给姨母办事儿，宛如一个小貔貅，只吃不动。姨母想着给瑞宝拍拍小亭子，提醒瑞宝，但瑞宝就是不动。瑞宝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想在小树上多待一会儿。独木桥上滑下来，一脸尴尬，心想刚才应该没有人看到吧。辉宝闪烁的小眼睛从小就这般会说话，从小眼神中就透露着大聪明的劲头。小时候看到爷爷给姐姐擦身子，辉宝就躲在后面，前一秒还一脸阴森阴险的表情，打算对爷爷痛下杀手的样子。被爷爷发现后，又一副无辜求饶的模样。接着辉宝被爷爷背在了背上，辉宝又成了一脸的不知所措。再小一点时，辉宝面对着爷爷往自己身上涂妈妈的青团，姨姨们从一只小熊身上看到了震惊的表情之后，
辉宝在看到爷爷给姐姐喂奶时，急切地拍打着爷爷的肩膀，就差要开口说话。当爷爷喂完姐姐，给自己吃上瓶奶，辉宝1秒就安静了下来。本就一副大聪明样的人，再加上遗传了他老爸的搞笑基因，没事儿就挂在门上荡秋千，这更是加固了大聪明的称号。再加上辉宝常常被姐姐欺负，这让辉宝的搞笑基础上又多了一丝惨样。他的老爸乐宝也算是过尽了人了，甚至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了。辉宝总是这般人小鬼大的，人不大脾气不小，因为兽医给自己打了针，辉宝就记仇了。等兽医再次进来时，辉宝一个突然袭击就咬住了兽医。辉宝被拉开后，还一脸不爽的对着兽医的腿补了一巴掌。辉宝示意兽医以后上班路上小心点。这时一旁却传来了嘲笑声，原来是辉宝咬错人了。辉宝的脾气并不只是表现在对陌生人，对爷爷和圣希阿姨也经常有小情绪，妥妥小气鬼。这天圣希阿姨在给辉宝后背按摩，谁知只是圣希阿姨多摸了辉宝的头一下，辉宝立马变身超雄状态抵抗圣希阿姨，但是力气的差距让圣希阿姨一下就按住了辉宝，只不过是按在了脸上，辉宝的脸部太松弛了，一下被按成了松狮的模样。不过这个样子怎么有点似曾相识呢？跟他福宝姐姐当年简直不分伯仲。而辉宝这里当场就生气了，扭过脑袋来就想咬姨母。圣希姨母见状也只能赶紧松开，姨母松开辉宝，辉宝立刻跟姨母说拜拜。这时圣希姨母伸出用苹果和解的手，辉宝看到后呵呵一笑，转身离开。辉宝表示姨母真是小看我了，姨母拿我辉宝当什么了？我是不会掉进苹果眼里的。辉宝越走越远，跟姨母保持着距离。作为成年宝的圣希阿姨率先和辉宝道歉，用小苹果跟辉宝和解。但辉宝的小脾气可不是一哄就能好的。辉宝虽然吃了姨母的小苹果，但心里仍有小情绪。辉宝不想让姨母碰，又跟姨母保持上了距离。圣希姨母转头就给当姐姐的瑞宝告起了状。之后，圣希阿姨又拿来了自己精心挑选的竹子进行2次和解，但在辉宝这里还是不行，妥妥傲骨灰。之后，圣希阿姨又拿来了胡萝卜，但辉宝这里刚见好，圣希阿姨又捏了辉宝，这一下又惹到辉宝了。圣希阿姨今天在辉宝这里算是彻底得不到谅解了。今天奶爸不给爱宝按时开门下班，爱宝本来就烦，辉宝还要在妈妈气头上反复试探。开始辉宝连拍爱宝好几巴掌，爱宝也没有理会辉宝，爱宝只是等待通道门的打开。辉宝则以为妈妈一直都不会自己，依旧不断的在爱宝身边打滚，同时还要压在男主角身上。爱宝最看不惯自己的园区的小花小草被欺负了，就给辉宝一巴掌。辉宝被妈妈的这一巴掌打懵了，直接被打的愣在了原地一动不动，有点怀疑熊生了。辉宝缓了好一会儿，跑去妈妈身边去问个究竟，张嘴之前伸手给妈妈2巴掌。此时辉宝觉得也没必要再问究竟了，毕竟自己已经还下来了。而瑞宝这里看着小脑袋，看着妈妈和妹妹整活儿，心想这母女俩又咋了？辉宝给了妈妈2巴掌，转头就钻小床下面。爱宝在上面有点够不着辉宝，辉宝在下面一边躲一边偷笑。看到妈妈离开后，辉宝扶着小亭子站起身，让妈妈继续来找自己。不过此时爱宝已经和瑞宝玩上了，辉宝等了半天没看到妈妈过来，辉宝又爬上了小亭子看妈妈在干嘛。当看到妈妈在跟姐姐玩时，辉宝吃错了，一下扑在了妈妈身上。上一秒还觉得妈妈不好的辉宝，下一秒又和姐姐争宠起来了。不过爱宝的母爱很快就消失了。通道门一打开，爱宝毫不犹豫地起身下床，快走2步回家，动作一气呵成。辉宝这里则是直接跟着妈妈跑了回去，瑞宝则是往树上爬去，但爬到一半发现自己被丢下了。瑞宝有些尴尬，瑞宝尴尬地从树上下来，甚至尴尬到路都不会走了，直接从小亭子上摔了下来。静姨姨们都在关注着福宝时，瑞宝这里偷偷将自己的体重追了上来。瑞宝离60斤只剩几两了，而辉宝这里在体重方面也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体重依旧保持在瑞宝姐姐的前面。辉宝马上就要踏入70斤的大关，现在姐妹俩这体重，爷爷们是一报一个不吱声。为此，爱宝在每天的下班收熊上可谓是帮了爷爷们不少忙，让2个爷爷在收熊上省了很多苦。而今天在收瑞宝、辉宝下班时，辉宝还帮了不少。今天送爷爷来到园区给爱宝收拾竹子，姐妹俩此时都在树上，而辉宝这里姿势很是刁钻，自己给自己挂在了福宝姐姐的风铃上，摇摇晃晃的。宋3岁看了很难不过去，自己骚扰一把，顺便测试一下辉宝的平衡力如何。辉宝看宋3岁过来了，
立马用手抱住身前的树干，因为辉宝知道宋三岁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宋三岁是众多饲养员中唯一能让辉宝害怕的人。不过宋三岁此行的目的是为了打扫园区。宋三岁跟辉宝玩耍了一会儿后，就继续去打扫园区了。辉宝见状，立马从树上下来，跑去给爷爷捣乱。要论相互折磨，还得是宋三岁和辉宝这爷孙俩，换成别人都达不到这种效果。一会儿到下班点了，爱宝先回了家，辉宝看到后也想下去，但此时瑞宝正趴在树缝里，辉宝一脚踩在了姐姐的头上，让姐姐赶紧下去。今天瑞宝下班不能只算爱宝和爷爷的功劳，因为在收瑞宝上，辉宝也出了。今天许多姨姨在台湾省偶遇江爷爷看元仔，江爷爷现在这自由的模样是永宽羡慕不来的，来中国是永宽的期盼已久的愿望，但在江爷爷这里则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而且现在我国对韩国已经免签了，再加上江爷爷的中文水平足够支撑他进行日常交流，所以江爷爷可以说是来去自如，随时闪现。或许江爷爷是想来中国看福宝的，但福宝现在不对外展出，这次江爷爷的行程他又不会与福宝相遇了。而今天的宝家这里则有圣熙姨母来负责照顾，因为园区的雪开始融化，圣熙姨母来园区放个竹子都越发的艰难，放个竹子只能走没有雪的地方。如果宋三岁在，想必一定会直接坐在上面滑下去。而圣熙姨母为了方便爱宝吃竹子，这次将竹子和小零食放在了没有雪的空地上。虽然瑞宝辉宝今天没有去室外，但是室内的生活也让瑞宝辉宝玩得乐此不疲。一会儿姐妹俩睡着后，圣熙姨母偷偷给爱宝打开了去往室外的通道门，让爱宝去室外玩耍。爱宝走出室外，看到这如此美丽的雪景，一下就忘记了带娃的烦恼。而隔壁的乐宝这里也很安逸，只有永宽此时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去中国而感到悲伤。两个雪洞一家三口抢着玩，辉宝独占一个，雪堆外面还有爷爷插的竹子，辉宝一边躺在里面一边吃着竹子。而瑞宝这里不抢辉宝的雪洞，就抢妈妈的。瑞宝知道妈妈的脾气好，所以就欺负妈妈。瑞宝跟妈妈一番打斗，辉宝这里只顾吃竹子，真是闹中取静。辉宝这性格永远不会内耗。而瑞宝和爱宝围着园区翻滚了一个遍，辉宝这里就是四处找竹子吃，吃完雪洞里的竹子后，又来到了小亭子上。而瑞宝这里辗转腾挪一番，跟着妈妈又来到了雪坡上。瑞宝依靠着妈妈的背，脚蹬着小树，有妈妈在身边，就是可以这般肆无忌惮。不过也得扛得住一会儿的挨打。瑞宝得寸进尺，不但在背后欺负妈妈，连饭也不让爱宝吃了。爱宝只能一抬手给瑞宝从雪堆上推了下来。瑞宝一个360度自由落体，给自己闪送到了姨姨面前。一会儿回到家后，瑞宝又抢在了妈妈前面，这时又打算去抢胡萝卜。不过这一切都被身后的永宽看到了。永宽走进园区，二话不说，拿着胡萝卜就走了。为了能让爱宝吃到属于自己的胡萝卜，永宽在瑞宝这里也是越战越语。爷爷和老宋头现在天天在这里石上趴着，两个爷爷回想着，昨天他们还小小的，怎么一眨眼就这么大了，身上都有妈妈的影子了。爷爷们害怕再一眨眼，自己就又要面对和福宝一样的场景了。两个爷爷现在看姐妹俩在室外玩耍时的样子，眼神都快要拉丝了，就像当年福宝要独立，老宋头最后一次陪福宝时一样。根据江爷爷的回答来推算，瑞宝辉宝现在离独立只剩半年了。记得江爷爷偷偷抱姐妹俩走员工通道时的样子，仿佛就在上个月。而现在别提走员工通道了，现在就连抱起来都是个问题了。以及鼓励他们学走路时的画面，同样感觉是发生在不久前。再看爱宝与瑞宝辉宝的合照，与之前的合照对比，瑞宝辉宝真是成倍数的放大了。不过这些情绪对现在的老宋头来说，只能在一个人的夜晚时产生，因为在园区老宋头更多的是头疼姐妹俩怎么才能下班。今晚姐妹俩让老宋头又惆怅了，腿又拍红了。不过老宋头这次居然变聪明了，不再傻傻的跪在地上苦等了，而是来到了小亭子上坐着，这样比较舒服一点。辉宝看到爷爷来了，率先从小树上下来。辉宝走到老宋头身边后，老宋头立马奖励了一块小苹果给辉宝。而瑞宝这里，老宋头坐的腿都快麻了，他还不下来。老宋头按捺不住了，直接给小苹果送到了辉宝的嘴边。但吃完小苹果后，瑞宝还是不想下来。这时辉宝眼看爷爷站在了小木桩上，辉宝怕爷爷掉下来，还贴心的在下面扶着。老宋头眼看瑞宝迟迟不下来，又用上了姜太公钓鱼的方法，但结果还是不管用。瑞宝这次直接让老宋头黔驴技穷了。今天的瑞宝就是这么有性格，所以老宋头现在与其思考与瑞宝辉宝分离的事情，更需要思考的是瑞宝到底怎样才能回家。那两个爷爷又一起来给姐妹俩喂奶了。
临到下班点时，江爷爷先是自己来到园区，给姐妹俩拍了一些这周节目的素材。瑞宝此时正在小滑梯上睡觉，而辉宝看到爷爷的小相机后，好奇地走上前，表示自己也想玩。但每次辉宝都慢一步，每次就在自己要够着时，爷爷就给相机拿走了。江爷爷陪姐妹俩玩耍了一会儿，然后离开去给姐妹俩拿盆奶。而辉宝因为爷爷离开后无聊了，爬到了小滑梯上找姐姐玩。辉宝现在很喜欢黏着别人，以前总是独来独往的辉宝再也回不来了。辉宝挤到姐姐怀里，和姐姐躺在一起。不过很快，宋爷爷来到了园区，江爷爷紧跟其后，两个爷爷给姐妹俩带来了盆奶。江爷爷先把相机放到一旁后，开始大展拳脚。两个爷爷现在已经分好工了，宋爷爷照顾辉宝，江爷爷照顾瑞宝。辉宝径直走向宋爷爷，而江爷爷将奶瓶放到瑞宝身边，让瑞宝闻了闻。瑞宝立马醒了过来。瑞宝乖乖爬下小滑梯，主动的走到奶盆前。辉宝好奇的回头看了看姐姐的奶盆，两个爷爷立马进行阻拦，防止辉宝抢奶喝。但当姐妹俩都喝到奶后，两个爷爷便轻松了，因为瑞宝和辉宝现在吃奶都比较乖巧，除了喜欢看看对方吃的进度怎么样了，其他的还是让爷爷们很省心的。辉宝碗里剩最后一点了，宋爷爷给奶盆抬了起来，让辉宝舔干净。辉宝率先吃完，宋爷爷拿来纸巾给辉宝擦嘴，紧接着瑞宝的奶盆也舔干净了。江爷爷负责瑞宝的擦嘴工作，两个爷爷分工明确。宋爷爷负责善后工作，给奶盆和用过的纸巾带走，而江爷爷则负责照看姐妹俩。江爷爷拿着小相机记录着姐妹俩这可爱的样子。吃完奶的瑞宝乖乖的趴在小木床上，等待着爷爷给自己抱回家。而辉宝吃完奶则需要活动一下自己的筋骨。一会儿宋爷爷回来后，便给瑞宝和辉宝接回家了。盛熙阿姨大摇大摆走进园区，因为这次盛熙阿姨进来带了满满2大口东西来吃，这就是盛熙阿姨的底气。有了这底气，盛熙阿姨让瑞宝辉宝干嘛他们就干嘛。盛熙阿姨让辉宝走过来，辉宝就乖乖的走了过来。辉宝一点脾气也没有，但辉宝过来后，盛熙阿姨又走了。辉宝不懂姨母的意思，只知道盛熙阿姨没让自己动，自己就乖乖的。一会盛熙阿姨回来了，辉宝立马跑上前问姨母：“你懂我意思吧？”但盛熙阿姨看到的是辉宝给自己刚放好的竹子弄乱了。不过盛熙阿姨并没有责怪辉宝，还是将辉宝期待已久的小零食投喂给了辉宝。辉宝吃到小零食后开始撒娇打滚了，而盛熙阿姨此时想的是让瑞宝下来给瑞宝也投喂一块。辉宝就这样紧紧盯着姨母，姨母走自己就跟上。辉宝尽可能的表现得很乖，这样自己就还会有小零食吃。盛熙阿姨悄悄躲在了树后面，跟辉宝玩起了躲猫猫。辉宝去右边，盛熙阿姨就躲到左边；辉宝去左边，盛熙阿姨就躲到右边，来来回回都快给辉宝转晕了。而此时的室外园区也很是热闹。今天天气不错，乐宝和爱宝都出来透气了。太久没出门了，乐宝之前留在自己家具上的气味都被雨水冲刷干净了。乐宝在给自己的家具重新打标记，爱宝这里就显得比较随意。对于这些物质的东西，爱宝向来都不是很在意，从不争抢地盘，都留给自己的孩子。爱宝吃完饭忘记擦嘴了，胡须上始终沾着一片竹叶，喝水的时候还没有用。爱宝这里喝完水，乐宝这里也给自己家具标记完了，夫妻俩就这样一起默契地回了室内。宋爷爷望着爱宝园区发呆良久，此时此刻他应该是在想念着千里之外的福宝吧。此时瑞宝和辉宝还在抢竹子吃，姐妹俩并不知道他们的姐姐福宝发生了什么。而宋爷爷看着瑞宝与辉宝活蹦乱跳的样子，很难不想到福宝刚1岁的时候，那时候的福宝也很活泼，时不时还有些小任性，令爷爷与姨姨们哭笑不得。福宝因此还被宝家粉丝们戏称为福公主。不过福宝从小就很黏着宋爷爷，而宋爷爷就是福公主的王牌带刀侍卫，为福宝遮风挡雨。但福宝最近的状态令人担心，这就是宋爷爷今天一整天心不在焉的原因。而江爷爷此时就靠在园区上方的栏杆上，他和宋爷爷一样在发呆，看得出来他也在思念福宝。我们福宝一定要健健康康的。在福宝发生异常抖动后，咱们这边很快就采取了行动，福宝将在内圈观察3天。而爱宝乐园的饲养员和兽医以及姨姨们也与咱们的专家及时沟通了福宝的状态。如果3天时间内福宝的状态良好的话，那他就可以再出去和大家见面了。根据最新消息，福宝的进食与排便都正常，各项指标也没有问题，还有过好几次熊猫特有的标记行为。看起来福宝的心理状态并没有大的问题。下午的时候，
徐奶爸还为福宝美美的加了一顿餐，福宝啃胡萝卜啃得很开心。其实有一种可能性，或许福宝是因为园区装修的声音所吓到了，就和咱们人类有时会控制不住的莫名抖腿一样，福宝未必就是产生了躯体化反应。毕竟当时福宝吃竹子吃得正香，看不出身上有什么不适感。不过，而对福宝做一个细致的检查也是很有必要的，毕竟不怕1万，就怕万一呀。